好了，朋友们，我们从多洛米蒂下来了啊，现在是在威尼斯。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威尼斯的大家所熟悉的那块主岛上面，而是在威尼斯城区的一个叫 Mestre 的一个地方。Mestre 火车站附近。威尼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吧，一个是城区，一个是它的岛屿。岛屿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玩的地方。然后住在城区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这边其实离岛里就15分钟的火车，它的宾馆 Airbnb 价格都比主岛要便宜很多啊。我自己曾经住过主岛，所以说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住在主岛上，又贵又小。那么第二个就是这边 Mestre 有一个火车站，从这个火车站去别的城市它也会很方便。比如说今天我们就会去到维罗纳，我们这2天的行程就是今天去维罗纳，明天去威尼斯。维罗纳这个城市虽然冷门，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00年的时候，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群就被联合国教科组织去规划为世界文化遗产。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完整的古罗马圆形竞技场啊。OK，let's go， 好嘞。这是一个不错的好天气，真吵死了。回到了城区就要做好一切防范措施啊，特别是自己的财物啊。看这个是掩饰，必须得把包放在前面，然后包绝对不能离身，贵重物品尤其是护照千万不要带在身上。最重要就是时刻警惕啊，每5分钟就要左右看看，像这样。今天来点了一个黑暗料理，叫咖啡 mint。来，你可以，是不是薄荷味的咖啡？哦，让我试试看。这点的可以，这是薄荷味咖啡。哦，精神小伙，这也太好喝了吧！哇，完美！我们现在去乘意大利的火车，从威尼斯去维罗纳啊。意大利的火车呢，其实不复杂，一共有2个运营商，一个是国营的 Trenitalia。另一个是私营的 Italo 啊，私营的 Italo 呢，它是只有高铁，国营的 Trenitalia 它有高铁和普通铁路啊。高铁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去他们的官网去买，因为它的速度会比普通铁路要快，有时候快1倍吧。就是如果提前买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相对而言就是时间不会被定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买普通的铁路 Regional， 我们可以称之为慢车，它就类似于城际铁路，好处就在它不怎么涨价。这个 Regional 的票子不仅是价格不怎么变，而且它可以比较flexible 一点。你买了之后，可以在同一天乘不同时段的车，时间规划的没有那么紧张，你就可以坐这个车，甚至可以当天到火车站直接在机器上购买。我们昨天就是在机器上购买的这个 Regional 的票子。家人们，我们现在在这里意大利这个火车站这里买火车票啊。我们今天要去维罗纳啊，9点钟 Regional 啊。就这个，好，然后就可以买了。我们塞钱吧，我们这次 cash 的，它 contactless 的信用卡也可以用的啊，这可以 contactless。没有。那票就打印出来了，哇，这么长的吗？长这样。意大利铁路就这点东西，但是它有点就是很容易延误，而且还会出一些状况，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去维罗纳，本来是有一辆火车可以直达维罗纳，但是正好这个点好像在维护啊，然后我们得先乘大巴到中间的一个城市叫帕多瓦，再从帕多瓦再乘火车去维罗纳。春天小花都开了。这个区域呢很奇怪，我们现在住在就是离火车站差不多5分钟距离的一个区域，白天全是白人，晚上全是黑人跟中东人，就很神奇的一个区域。我们就上来了啊，这是意大利的大巴，看着还挺舒服。OK， 我们到达帕多瓦，现在要去转乘火车。其实帕多瓦这个小镇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小镇啊，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斯克罗维尼礼拜堂啊，里面有
非常著名的大师乔托画的一个壁画，必须要预约才能看到啊。这对文艺复兴啊，对美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玩啊。这就是帕多瓦的火车站啊。我们现在去坐帕多瓦到维罗纳的火车，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我们到维罗纳是3488 Platform 7，往这边走去 Platform 7。我靠，这怎么感觉那么中国？说明创优品客，怪不得这都有。它这火车站一般都是这种地下通道，你自己直接走到哪个 platform 就行。我们现在是去 platform 7，去维罗纳，直接上去，走。哦，这边火车就出来了啊！这火车头也挺搞笑的。我们这个票子要打个卡，它打个卡上会有一个点点，像很小的一个点啊。这个进来了。双层，上面有下面有欧洲这种双层火车还比较普遍啊。然后这个就是自由席的，就是大家随便坐就可以了。下车，抵达维罗纳。维罗纳这边有几个火车站啊，大家一定要买到撑到这个维罗纳新门火车站啊。这个词儿怎么读来着呢？Portanova啊，这个火车站才是离它这个观光区最近的一个火车站啊，就这个维罗纳 Portanova。从维罗纳火车站走到它的那个老城区观光区的话，可能要20分钟左右，也可以坐公交车。出来啊，那边就是坐公交的地方啊。这家100年老店，披萨店是吧？还能扫码点餐。这家店是那不勒斯那个非常经典的100年披萨的分店啊，就是这哥们儿啊，Damicello。这个披萨在那不勒斯的话，它的玛格丽特披萨号称是全意大利最正宗的披萨，最老的披萨，披萨的起源啊。具体是不是呢，就没法考证了。哦，来了啊！这个是什么披萨？我知道。Mezzaluna 在意大利语意思是半月或者是新月，所以你看它的造型，就是这一边是裹起来的，然后这一边饺子里面呢是有奶酪和它的那个萨拉米的肠，这一面就是那不勒斯的那种专业番茄。然后我们还有前菜啊。这个是很经典的橄榄啊，意大利橄榄。我刚开始不爱吃，但现在我很爱吃。好吃这个咸鱼和橄榄。披萨里面这里是有 filling 的。你看这个饼皮儿烤的，就是又薄，哎呦。回家了。它那饼皮儿非常的薄，非常的软。然后这个边儿呢又烤的很焦。对，在意大利大家可以去要这个辣油，哎，这个蘸在披萨上非常好吃啊。哎，就这样，哦呦，较多。它不是那种很辣的油，就是有点提味的。在欧洲的辣，它都是那种不是很辣的那种辣。这个饼皮有多薄啊！特别好吃，好吃。这咸肉也很好吃，咸火腿很好吃。这家店咱3个人人均吃了9，一共27欧。大家如果想省钱又想吃好吃的，又没吃腻披萨，就可以来吃这家。好了，我们现在这个就即将走入维罗纳的老城区啊。这很明显就是这个马路从这个柏油马路变成这个石头马路啊。这个就是维罗纳的一个老城堡，中世纪的时候统治维罗纳的斯卡利吉尔家族啊新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城堡啊，这个老城堡。这是很经典的那种意大利建筑，这个整个建筑群都是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啊，所以还是非常值得来一看的。看这个钟像那种太阳神一样的啊，但好像指的时间不太对。好像就走这个层段。好，再看看啊，哇哦！Amazing！
这个城堡内部参观应该是要钱的，可以透进去看一下。这都行。哦，看了这个爱心，其实维罗纳被称为爱情之城啊，有一个典故，等会我们到那个地方再说啊。哇，这走过去就是一座桥，从这可以看到这个维罗纳的母亲河。哦，哇，这个水有点泥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等会就要去那个地方，那些地方就是维罗纳的老城区。这个桥造的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形状很有意思。这屋檐上全是鸽子，好多鸽子。这里可以走哎，这里我们可以走。这么虚的嘛？哎，这里也不错，我给你拍一张。哇，这还能爬那么高的？你爬吗？哎呦！哇，更高，也别说更好看。啊，我要给你从对面给你射一个。从这个老城堡出来啊，这个地方就可以走入到维罗纳古城的深处。这种建筑是很典型的意大利的建筑啊，他们那个窗就是这种绿色的那种窗。终于来到了意大利，吃到意大利最经典的甜品啊，吉拉托。才3.5块。中是1939年开始的，马上快90年了。Thank you。哦，这个什么呀？像光明冰砖，光明冰砖外面包了2个饼干。我们来看看什么东西。先把这个拿出来。哦，是这样的，好瓷实啊，感觉。怎么说？它确实味道很像光明冰砖，可是它的口感，它有一点棉花糖的感觉，绵绵的那种冰。我想吃。它这里面有那种樱桃味。你这是什么味啊？yogurt 和 latte。我期待拿铁是咖啡，但是拿铁是牛奶。啊，完了！酸奶配牛奶，脑子还没转过来。怎么样？好吃吗？好吃。这是市中心的一个小花园吧。再过去就是维罗纳最著名的维罗纳环形剧场。这边从明天开始就会有维罗纳的一个夏日歌剧会吧。从6月5号开始一直到几月份我也不知道，反正每天好像都有。宣传语是 the most Italian place on earth。这票价的话，最便宜的话就是20欧左右，25是吗？25。贵到300多。最贵是300多，估计就第一排，最便宜的25欧啊，其实还可以啊。哇，来了啊！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古罗马竞技场啊，环形竞技场。如果去过罗马那个斗兽场的话，其实可以知道，就是虽然它大，但是它其实只有一半，但是这个是最完整的被保存的啊。这个地方现在因为也是在被使用，最著名的就是今年的那个米兰冬奥会的闭幕式就在这里举办的，它是唯一一个能使用的斗兽场啊。排名第一的嘛就是罗马的斗兽场啊，排名第二的好像是在突尼斯的一个叫耶杰古纳竞技场啊。我刚搜的，对不起，叫耶尔杰古罗马竞技场啊。这个就是第3大的环形竞技场，但是它是保存是最好的啊。这个也能进去，早上9点钟一直开到晚上7点钟。门票的话是12欧吧，应该是 normal fee 12欧。这个票子在官网是买不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现场才能买。官网只能买到这个就是24小时的通票跟48小时的通票，一个是27欧，一个是32欧。这些通票里面包括了维罗纳一些什么 museum 啊，一些别的一些景点啊。我算了一下也不划算，还不如过来单买票。一个人12欧啊，咱就进去了，看看有啥。这边是普通观众上看台之前走的一个通道。
意大利现在这旅游是真的，一年一个价。我前2天在网上看还是6欧的票子，现在变成12欧。这个真的就很像我们现在的体育场一模一样。这估计是1层。哎呦，来看看，哇塞，哇，嚯，这边所有这个地方都是变成了这种座位哦。哎呀，烧屁股。这个维罗纳圆形竞场始建于公元30年，相当于距今差不多有2000年了。但是它好像在12世纪时候被就是地震毁过一次啊，但是现在好像又重新建了，而且这很明显很多东西都是新建的啊。但是它整个架构还是原来的那种模样啊。这现在你坐的是300欧的位置，我也算提前体验到了。歌剧这边可以走上去啊。昨天还爬过三峰山呢。这怎么腿这么酸？是你完了，我跟你说。有后遗症。啊，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好像就是稍微像石头一点的地方啊。但25欧看这个也还可以啊，都能看到啊。主要是听嘛，对吧？又不是看表演。从300欧变成了25欧，什么感觉？硬。其实还是蛮烫。这里看也看得清啊。晒太阳晒人。这就以前可能皇帝啊，或者是最高统治者就在这里坐的。我这就是太监位。哎呀，这边还可以出去看到隔壁人家的小花花呢。哦，真漂亮哦！这个小庭院好漂亮。这个应该就是最老的个断壁残垣吧，我觉得，是吧？哦，小心！它这个就是一个建筑吧，我也不知道是干嘛。这边就可以看到广场上的人啊。这个总感觉变成了官方的到此一游墙，但是感觉这个是个老东西。我感觉肯定是1-2个人涂的，他们后来就弃疗了。我们刚刚在那儿啊，这个角度还是挺好看的。下面这个很有历史感，很有历史感。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到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当地的网红景点，叫卡塞迪朱丽叶塔。这个其实是个庭院，然后这个庭院呢，传说是莎士比亚以此为创作灵感啊，写下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庭院里面有一个朱丽叶的一个雕像，然后还有个阳台，好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私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本来是免费进去的，但是现在要5欧了，然后上这个阳台要12欧，咱就不进去了。非常讽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科普一下，这个其实这个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不过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确实在维诺纳有2个家族，有政治斗争，所以民间就流传开了一些八卦和故事。民间故事传到了英国之后，莎士比亚就以此为故事背景，融入进他的戏剧里面，然后一时间风靡英国，同时也风靡了意大利。1930年左右的时候，这边知道了这个莎士比亚这个事儿，就是以某一个人家的一个庭院为背景，造了一个这种虚构的景点，啊，导致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地方是 inspire 莎士比亚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是后造的。有一幕就是罗密欧去阳台夜会朱丽叶，但是当时的意大利根本就没有阳台这个概念，所以一切都是假的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免费进去嘛，溜一圈嘛也还行，但是花钱算了。建筑是13世纪的，就是当这种古迹看看就行了。是。又是一家吉拉头店啊，好漂亮的天哪！阿卡了，小冰淇淋。
这家 Jewel 好像是维罗纳这边挺有名的一家冰淇淋店。然后我们点了一个开心果味和一个 raspberry 树莓味。好好吃。哇！虽然这个词我们已经说烂了，但我真的很想说绵密。我要吃那个 raspberry 的。这 raspberry 的好吃，虽然有点酸，但是它很好吃。现在有度假感吗？晒天的感觉。就是现在这种特别夏天，就是25度左右，太阳有点晒，但是不是说很毒的那种晒啊。如果在这海就好了，太贪了。这个前方就是维罗纳最中心的一个广场，叫百草广场啊，也是最热闹的一个广场。这边我看好像有 market， 我们可以过去逛一逛。这个广场其实是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了，一直保存到现在。这里有很多跳蚤市场，感觉都挺坑人的。这广场有很多这种雕塑啊，这个雕塑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雕塑位于维罗纳百草广场的一角，它的官方名称叫做1915年轰炸受害者纪念碑。如果你仔细看雕塑下方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面刻着意大利文，第一句就是意大利文。这座塔叫朗贝尔蒂塔，是维罗纳最高的一座塔，始建于1172年。然后1403年被雷电击中，重新修之后到1464年才完成。这个喷泉是这个广场最老的一个雕塑，它是公元380年就有的一个喷泉。这个柱子上面这个狮子啊，就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标志性的狮子，就是圣马可狮。维罗纳这个地方以前是被威尼斯共和国给吞并掉的，所以它这边还有很多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标志吧。在它后面就是一个宫叫马费宫啊，这宫最有名就是它这个建筑特色是巴洛克式建筑啊，非常漂亮的。这个几个地方现在看的都是饭店，它以前是这个维罗纳这边的市政厅、法院都在这儿。就是这边以前是商人住的地方这也有一个塔，上面也有钟的，这个塔叫加德罗塔整个广场都很漂亮非常漂亮。突然转到一个巷子里面，就几乎没什么人了。这感觉真好。我发现维罗纳呢，跟那几个大的意大利城市不一样，感觉它这还没什么小偷，让我感觉有点安心。确实，整个感官会比聒噪的威尼斯啊、聒噪的米兰会好很多。来，这个窗户到底有什么作用？来，这个窗户叫 Persiana， 其实是从波斯传过来的，通过威尼斯帝国的海运。然后它的作用其实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能够让冷气从缝隙里进入到屋内，但同时关着它又避免阳光直射进屋内。解决了我们多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意大利都是这个窗户？而且就是市政府统一要求，墙体刷成像这种土黄、褐色，然后还有绿色，他们为了保持整条街的历史风貌的一个统一性。是市政府要求的。我们往这走，感觉挺漂亮的。我怎么感觉我在胡说八道？你到底胡说八道吗？你不是刚查了 AI 吗？对，刚查了。现在露娜姐就是 AI， 她就是复刻 AI 在讲什么。真没在你的嘴。我们学习一下不得不说，就是这种视觉上的一个呈现是非常漂亮的。整个意大利不乱，它虽然东西其实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都非常好看。哇哦 ，amazing！这个应该是个龙蛋，我跟你讲，就是卡利西当年他孵化出来的龙蛋，我跟你讲，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龙蛋，这也能问 AI？ 你这问出来，我真是服了。
现在又有流量了，来。我大脑又回来了。就是在古代，这附近都是马车，马车夫在狭窄的转角掉头或过弯时，巨大的木质车轮很容易失控，刮蹭到脆弱的建筑墙角，树立起这种沉重的石雕作为物理的防御路障。然后第二个呢是文化的寓意，它因为松果里面有很多的松子，所以它寓意着生命繁衍，还有精神觉醒。好的，谢谢爷。哎呀，真不错呢！真的，从那个市中心走出来一点点，就完全没有人了。瞧。前面就是维罗纳的多莫啊！哇，这个就是小小的一条路直通一个非常巨大的教堂啊！我去，它的正门在哪？正门应该在那儿。这个其实我没做什么功课，反正就是个教堂。欧洲看到最后就是满大街的教堂，狗都不进。但是这意大利的教堂还是很漂亮。这还有环城小火车，哎，这小火车也挺好看的，你别说。啊，这个维罗纳大教堂进去要4欧，我们就不进去了，又是这句话，花钱就算了。然后这边也有提香的画作啊，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反正某一个是提香的画作，有兴趣朋友可以花4欧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呀？我感觉这像一个很牛逼的花园。这个地方要求我们 quiet。哎呀，真漂亮！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什么？这是免费的，绝了！我跟你讲，这一排绣球花开太好了。为什么？绣球花就是开这种背阴处。哎，窗板，是源自于意大利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脉。它其实主要作用是在冬天可以御寒。像那种百叶窗是夏天可以乘凉并且这样子的，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真是没有 AI 照样可以做 AI 啊！我们现在走出了老城区啊，等会儿我们会上到这个城堡上面，俯瞰整个城市。好耶！就我们刚刚看到的河。这个叫阿蒂戈。哎呀，这河的对岸也很漂亮，这上面像有一个小宫殿一样，也不知道是什么。地图让我们走这种小路。哇塞！这个绝对赞，这个地方，哎呀。然后呢？嗨，也尴尬。那个秘密图是真的。Instagram 上流传一个图，就是在中国，到处路杆上都是摄像头，但是在意大利就是这种古老的窗户里探出头的一个老太太，意大利老太太，笑死。对，这是喇叭花吧？石榴花，这是石榴花啊，石榴，好香。我是觉得这栋小房子也太漂亮了，它下面的门是红色的，然后上面的门是黄色的。这也有个小平台啊，有对小情侣在那里快乐哦。哇，天哪！就是肉眼看的更震撼一点，肉眼看，全部都是红砖房子，像我们爬上圣母百花大教堂顶端一样。爬不上来的朋友也可以从这边乘个小缆车上去，2欧还不知道3欧啊。我有点
后悔了，我觉得我应该体验一下。别，那是一瓶可乐钱，不行不行。有我在，你就别想去那我们俩去，你买可乐去。哎呀，到顶了 ，Amazing！ 壮阔，这就是意大利。哎呦，真漂亮。去。好，这是最后的一个观景台。俯瞰整个维罗纳。家人们，我们今天维罗纳之旅就到此结束了，大成功。大家喜欢维罗纳吗？超爱。有很多不经意的惊喜。明天我们就去到威尼斯了。我们今天跟露娜姐说再见，她明天再见，明天走了啊，拜拜。明天就我们俩了啊。OK， 我们今天就在这美丽的维罗纳山顶上跟大家说再见，拜拜。拜。OK， 露娜姐的欢送会啊，我们的海鲜大拼盘，露娜姐的欢送会。这是蛤蜊，这是龙虾，意面啊！来，家人们，干杯！完美成功，耶！谢谢两位老板让我躺赢。你还躺赢？天天 AI 帮我们解说。还有最后一段天妇罗大拼盘，大家估计是椒盐味。吃吗？展俊。我给你来点挤点柠檬汁好。好。这个是龙虾啊，浓郁，蛤蜊，不行，好吃。好了，完美收官，拜拜。